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日本爆料是解放军的理论学术界在讨论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的问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最近有一名叫做吉原的日本学者向媒体透露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学术理论界在研究，一旦驻日美军介入台海，如何对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的问题。这对日本来说恐怕还真的是一个不祥的消息。实事求是地说，在中方关于台海战争的各种想定当中日本虽然也是作战对手之一，但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是日本自己的各种作自从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之后，日本对直接参战台海是相当的积极，做了不少的相当硬气的表态，也做了不少实际上的准备，包括理论上的、行动上的，甚至是法理上的。这个吉原是个日裔美国人，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战略学的教授，而且他在台湾长大，中文是相当的流利，能看懂中文，所以对美日情报机关有独特的价值他自称可以弄到解放军的内部文件。他通过解读认为解放军一直有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对强敌的突然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其中包括打击驻日美军，例如对驻横须贺和琉球群岛上的美军。如果美军准备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攻击，比如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那将极大的破坏中国的综合军事实力基础。因此有必要对驻日美军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吉原的资料从哪里弄来的？他没有说明。虽然美国、日本和台湾当局会通过一些间谍手段来获取我们的内部资料，但是像吉原这样的学术研究人员一般来说他是拿不到的，也不可能把它作为公开研究的基础。我估计他所看到的大概是中国的军事科学院和解放军的国防大学这些单位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这种内容的战争理论的公开研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日本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盟友，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全面的战争，日本那肯定是要参与的，甚至可能会全力以赴。在朝鲜战争期间，刚刚吃了原子弹战争废墟还没有清理干净的日本，就积极地为美军提供后勤服务，不但保障了大量美军部队的中转，还提供了救治美军伤员、生产武器弹药、制作军用食品和服装等后勤保障。因为朝鲜战争，美军在日本的大量的军事采购成为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动力。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济刺激显然已经不是日本参与对华战争的主要目的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这场战争来阻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日本十分悲哀的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全球毁灭性打击能力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北亚具有压倒性的远程打击的优势。日本要是加入对华战争，它的本土一定会成为打击目标。当然了，现在还存在着一个法律上的悬疑，那就是如果日本自卫队不直接参战，仅仅是向美国提供基地以及相关的后勤保障，算不算是参战呢？中国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去打击日本境内的目标，打击相关的日本基础设施，会不会算是战争升级呢？其实日本自己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日本仍然强占着琉球群岛，动用海上保安厅这样的准军事武装和中国争夺钓鱼岛的主权，这已经可以看作是用武力来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了。另外日本是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敌国和战败国，日本的和平宪法也明确地表示放弃战争权，所以日本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他的国内法。即使没有台海战争的爆发，中国现在对日本动武，那也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如果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修订他的和平宪法，重新给自己赋予了发动战争的权利，那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
颠覆了2战以后的国际秩序。那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朝鲜，都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对日本进行武力打击。如今的日本呢，可不是当年那个在东北亚横着走的军国主义强权呢。当然，就算是日本政府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不愿意参加反华战争，那也是做不到的啦。美国已经通过经济、情报、司法等多方面的手段，牢牢地控制住了日本的命脉。任何一个日本政客如果违背了美国的意志，那不是被迫下台，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横死。从这个角度看呢，日本参战是必然的，日本的灭亡那也就是必然的。难道遭到彻底的毁灭是日本人的命中注定的吗？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